以前我一直以为财富自由就是赚很多很多钱，进大厂拿高薪，最好再有几套投资房，来点税后收入。在湾区生活的很多人都知道，双码农家庭已经算是打工人的顶配了。但是当我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，才发现这种生活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美好，高薪和高压也是相互匹配的。至少对于我来说吧，更多的是感受到不自由。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我认同的财富自由到底是什么，以及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有钱，却依然活得不自在。我自己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看到，有人说存到100万就退休，有人说存到300万就退休之类的，好像财富自由像是一个数字游戏一样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很多人看似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财富自由，却依然很焦虑呢？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吧，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5年里已经翻了10倍不止了。那如果一个人是在5年前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加入了英伟达，那他很有可能就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财富自由。但是你可能发现这个人的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而且就目前科技行业的形势来看，该有的焦虑真的是一点也不会少。那其实财富自由与其说是一个绝对的数字，倒不如说是一种关系。假设你每个月需要支出3000美元，而你的被动收入每个月能够稳定的产生3000元的现金，那么理论上你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，因为你不需要靠工作来养活自己，也不用害怕突然失业了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。那与之对应的另外一个人，他每个月开销需要3万美元，虽然资产可能有个几百万美元吧，但是他的现金流不足以覆盖他全部的支出，他反而是没有自由的。所以财富自由不是说你有多少钱，而是你的资产产生的收入能否支撑你想要的生活。后来我看到一个定义，我觉得特别好，财富自由其实是拥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能力。所以这里的重点不是完完全全不工作，是可以选择工作或者不工作，或者是选择什么样的工作，它们的区别非常大。举个例子的话，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，但是因为房贷、车贷、孩子学费啊，你必须继续上班，这个就是缺乏选择权。如果你喜欢或者不讨厌现在的工作，即使明天突发被裁员了，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很多人把财富自由理解成有足够的钱之后躺平什么都不干，每天旅游，每天打游戏。但是其实如果这些是你的人生追求的话，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但是事实上，很多达到财富自由的人依然在工作，比如说创业者啊、投资人啊，但其实他们工作不是因为需要工资，而是因为喜欢，或者觉得有意义，或者是想要创造更多他们认同的价值。这个时候，工作不再是赖以生存的工具，而是变成了选择，而选择权才是财富自由最核心的东西。那这财富自由听起来很好，但说到底，貌似还是有钱人的游戏呀。那如果我还在为生计发愁，那谈选择又有什么用呢？那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到底该从哪里开始？实际上，我理解的财富自由完完全全不是中彩票，更像是一种马拉松，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如果你让我总结的话，那就4个步骤：少花一点，多赚一点，持续投资，给时间一点时间。那还能再具体一点吗？当然可以啦。第一，少花一点，其实是花的比赚的少。听起来要缩减开支了，要受委屈了，但我认为这是财富自由的起点。很多人收入越来越高，但消费也越来越高，换更大的房子，买更贵的车，背更重的贷款，结果收入增加了，自由一点也没有增加。所以这一步的核心不是收入，而是储蓄，是看你最后能够留下多少钱。第二，持续投资，让钱开始为你工作。仅靠工作是很难实现财富自由的，因为时间是有限的，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而你已经用一半的时间在睡觉了。那工资再高，本质上也还是在用时间换钱。真正的能够让财富增长的，往往是资产，比如说股票啊、指数基金啊、房地产啊、企业股权等等。这些资产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即使你在睡觉，他们也可以继续的创造价值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财富自由的人最终都拥有大量的资产，而不仅仅是高的收入。第三步，多赚一点，
持续提高自己的赚钱能力。那很多人一提到多赚钱，就恨不得自己赌对哪一只潜力股，然后一夜暴富。但同时又觉得这样的好事怎么能轮到自己呢？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最好的投资对象其实是自己。如果你的收入从5万变成了10万，再变成了20万，财富累积的速度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你可以学习新的技能，提高专业能力，建立个人品牌，创业啊、副业啊、搞内容创作啊，这些都是可以提高赚钱能力的。我不知道你们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从小到大我们家都不算太富裕，但是我的父母却一直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投资我，让我接受最好的教育。但是工作很多年之后呢，我开始变得麻木，直到后来不满于现状，明明知道前途渺茫，也不愿意做出什么改变。我那时候完完全全忘记了，其实在任何时候投资自己都是适用的，不是因为我成了大人了，我就可以一边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，勇于尝试，一边过着自己一成不变颓废的人生。接下来到第4步，给时间一点时间。很多人希望3年就财富自由，5年就退休，现实通常没有那么快。财富自由最强大的武器不是你的选股能力，也不是你有多幸运，而是时间。假如说你每个月定投1000，年化收益为 8%， 让你持续投入30年，结果会远远超出于大多数人的想象。所以不要低估复利，也不要高估短期的收益。财富自由不是靠某一次机会，而是你要给它一点时间。那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为什么开始思考财富自由。那过去的8年，我一直都在Meta工作，收入不错，家人也很骄傲，身边的人也都很羡慕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慢慢的我发现我不再喜欢自己了。我那个时候没有因为工作上的成就就觉得自己更有价值，而是非常讨厌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只想瘫在沙发上刷视频的自己，然后跟孩子相处时易怒的自己，或者更多的时候是麻木接不住孩子快乐的自己。所以我开始问自己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，所谓追求财富自由，其实追求的不是钱，而是钱背后的东西。更多时间陪家人，更多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更多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自由。那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境，想要达到类似的目的，欢迎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。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。我是龙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